督导，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好的，没问题。看一嗯，下你心理咨询中有遇见什么问题。我自己的自信会差一点，感觉到我引经据典这一块会更加少一点。可能是我自己的知识储备量都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死亡过后会有一个审判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认同这一个观念，但是我对这一个观念的这个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或者是理解程度还不够，自己要想把这个表达清楚，表达不会太清楚明白。你那边在说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会很清晰很明了。因为毕竟我们是做自杀心理干预嘛，你涉及到死后的必须会谈的。但是呢，你不用过于在意这一块，因为有的人他是这样，他思想观念他接受不了，你说这个他不相信，或者他有的人他自身有宗教信仰的，你和他这样讲他好讲。有的人他属于这种无宗教信仰，他又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啊，人死以后他就是一个解脱了啊，所以说这就为什么他们想自杀。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说这个，你可以这样去隐晦的提一下，在最嗯后的这里你给他讲一下，相当于给他做一个安全绳，就让他觉得嗯嗯哦，说不定有更坏的可能，他有这个可能性以后，嗯，对。他就不再会想着，然后这里满脑子想的就是哦，我只要死了我就轻松了，我只要我死了我就快乐了，我只要我死了我就不面对这些了。但是终究让他想要自杀，让他想要去杀害自己的核心的点，不是在于这个点，而是在于他的其他问题。就是说，你的重心要放在解决他的现实问题上。我对于解决他的问题的这个思路上面，其实就是说，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方案和思路，或者说我自己目前的经验太少，然后就是解决的措施会相对比较少一点，造成我一个相对比较束手无策的一个状态。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你缺乏经验，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你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有意识的推理和找寻答案的过程。其实心理咨询师给来访者做咨询的时候，你要记住，它其实就像一个断案的过程。你要像侦探一样，你要去摸索它。侦探你知道吧，对吧？侦探面嗯嗯对犯罪现场的时候，罪犯他会给你创造各种各样的现场，他可能是伪造的，你所见的未必是真的。那你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也未必是真的，你必须要越过这个来访者他所表述的，他所试图向你表现和表演的，去看到他最真实的一面，然后找到他真正的核心正点，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再从这个角度给他切入，看看怎么告诉他，给他矫正他的错误观念。你记住，做心理咨询的核心就是说，我们是没有开药权，所以说重点就是给他把他的错误的思想观念给他引导出来，重新帮助他建立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他自己去构成正循环，他慢慢他就自己走出来了。就是让你的心理咨询能起效果，你就必须找到他的症结点，这个症结点就是要靠你的这种断案一样的能力，所以说你要有意识有这种想要去断案，去了解它，去直觉找到它的症结点的这种能力的一个训练和积累过程。但就是说也有可能会遇见，也许我那一会儿的直觉是正确的，但给他在说的时候，可能自己表达不够坚定，或者是一些自己表达不够完善或者怎么着，就是让他会产生一些误会理解。也许是说他不太认同我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进行一两次反驳后，我这边会产生一定动摇。还是需要我自己去多去做，然后才能够提高这个认知，是吧？这个倒不是，就是你给来访者做咨询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来访者他会有阻抗，嗯，对。阻抗呢，他就会阻抗你的咨询。他产生阻抗咨询的时候呢，是有原因的。以你的这2次咨询作为例子吧，对吧？第一次嗯咨询是你给一位重度的心理患者给他做咨询的时候，另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自杀干预的时候。我们先从第一个情况来说，你前半段其实表现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前半段是非常好的，但你后半段的时候就是过于自我发挥了。你要记住，作为心理咨询师给来访者做咨询，不要去自我发挥，不要去过度引申到自己，比如说我朋友、我家人，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情况，尽量少的举你生活中的例子去给他，因为他对你的生活中的例子他没有实感，你这样用你生活中的例子去举给他，试图证明这个东西，然后来改变他的观念，他这个说服力是不强的。所以说，最好的说服他的方式是在和他咨询过程中，根据他的事情就事论事，然后
你用你的这个思路带着他走，然后通过以他为主导，给他建立起一个事件本身内的一个自洽的一个强逻辑关系，他这样他自行证明就够了，不用说一定要拿你的生活例子去证明，他这样他建立不起一个强逻辑关系，因为他不是你，他和你他没法感同身受，你可以试着和他感同身受，但是你也没法和他完全感同身受，所以你必须要以他为主导，你作为辅助，引导他建立起一个循环。就像你要证明一个事情，不要用现实中的例子过多的去举例，要举例就举，比如说这种，就像这种名人或者是这种社会引经据典的这一类，你可以举，但你不要试图去举你自己怎么样，或者说你生活里面某位朋友怎么样，这样对他来说他是建立不起逻辑关系的，他也觉得这个没有说服力，你说的多了以后他会觉得烦。作为心理咨询的来访者，他们的耐心是很有限的。一旦感觉产生阻抗的时候，你要学会及时的把它自己拉回来调整，因为心理咨询和朋友聊天的这种感觉，它区别是很大的。你要有意识的摆脱舒适区，舒适区就是朋友之间的沟通是两个人的相互表达。心理咨询的时候，你要摆脱舒适区，就是说你是作为医生，你不是一个和他对等的，你的话就是要精炼，像手术刀一样精确的给他切中他的要害。如果说没有办法去精确切中要害，那么你就尽可能的就减少不必要的赘述，因为你要记住，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时候，你会对来访者收费的，他的时间是计钱的。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去表达你自己，作为来访者，他会觉得慌张，或者他各种不好，或者说他各种不舒服，他有时候他是这样来产生阻抗的。我在表达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个人为案例或者以本人为案例，而是以一种就是公共认知、公共认同感比较高的一些事情事件和那种词汇，以及像引经据典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会带来更好的一个撕裂效果。同时，就是说我自己在他的那个引导过程中，而是要让他自己多发挥。在我要引导他的思维的时候，以他的身份角度和他的人际关系做一个引导性的一个延伸，会比我以自身为引导性的一个延伸会更好。这样你要学会扭转一个习惯，就像我们现在沟通一样，你使用了过多的这种书面化、套路化的语气，不嗯要这样，你就切实一点，你就是用最实在的词。因为你要记住，你和心理咨询来访者沟通的时候，你丢一很多很多的心理学术语，他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还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就是说，你就像我们现在你问这些问题是一样的，就和日常生活中说话是一样的，尽量用最接地气的词语，然后问出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关键点在问题上，而不是在用词上。所以说，不要去堆砌过多的用词。所以说我的用词应该要更舒适一点才行，就是让对对，方自听着然就好。更舒坦、更舒服，然后这个才是我的用词的一个关键点，而不是说我要用多么那个书面化的一些语言去表达，用对吧？因更加的为你白话一点，让他听得更加自然，更加像一个正常的一个沟通交流，让他更加能够放松。对，一样的呀，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也是一样的，你更嗯多的使用自然话语，你也会更放松，你放嗯松会带动他的放松。你记住，做心理咨询师，你要像镜子一样，你不要试图去覆盖它，不要嗯试图去把你的东西照在来访的身上，要像镜子一样，把真嗯实的一面反射给来访者，让来访嗯者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是怎么样，然嗯后他再主动提出他所需要的点。然后你去引导他，帮他解决这样的点，他就豁然贯通，然后他的心理问题就会开始逐渐的好转。然后这样他才会能够更加的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对，你记住，来访者的放松状态取决于你的放松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有多放松。嗯你足够放松了，他自然会放松。你如果很紧张，你自己没放松，你不管怎么告诉他你要放松，你要放松，他放松不了的。你心理问题越严重的，他越敏感，他自己说不出来，但他更敏感。嗯，就是对我的用词啊和我的这些表达啊什么的，他们就会更加的敏感。就是说，如果说我说的，就是容易刺激到他有些话的话，就像你给重度心理问题的来访者咨询的时候，你嗯你的后半段的时候就是
让其产生阻抗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过多的叙述了自己，你的前半段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各个点都能做得很好，就慢慢引导他，你也可以感觉他也是开心的。但是后半段的时候，为什么开始产生阻抗？甚至到最后的时候，他都开始沉默了，这个阻抗在加强。你有的时候就发挥的就过于发挥了，就一下子进入一个自 show 嗨 time 的状态。的时间。对对对，你自嗨了以后，来访者没法和你共情了，你们这个就偏离主题了，你们这个心理咨询就已经正式无效了，因为你现在相当于是在做演讲，来访者来找你，你不需要给他做演讲，你不需要把你的不管你认为正确或者说有待商榷的任何观点灌给他，或者说强压给他，这些不重要，你重要的是解决他的心理问题，让他恢复正常。至于说他的人生道理，他的人生道路怎么走，那需要他自己去领悟，自己去感受。你讲多了，他还有抵触心理，没有必要。你只要解决他的心理问题。你在做咨询的，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感觉他的问题在哪里，好，怎么解决他的问题，什么让他这样的，怎么解决他这个点。你以这样的态度去做咨询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觉到，哎，很快速、精炼的，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的把这个问题给它切开，然后就可以解决掉了。自杀性你干预的时候，你在旁边旁听嘛，对吧？你对比一下，你感觉区别。你在和他沟通的时候，你的表达其实更少，你更多的是引导他在表达他的问题，你是在听他的表达中寻找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直接指出来，在他就提出质疑或什么的时候，你再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或者怎么着，让他自己去思考。这个就是心理咨询中的核心点，一定要切实。很多时候不要沉迷于理论，因为理论讲起来是很轻松的，你会不自觉的陷入到理论里面去，不停的夸夸其谈。但是这样它并不能解决来访者的问题。你要看到来访者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精确的一刀给他切掉。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找到来访者的问题，那么就是可能经验积累不足，可能内功修炼还不足，或者说不太擅长，这些都是自身要去提升的点。核心原则给人做心理咨询时，就是保自己的在场，但是好像没有自己的状态。你就像他脑海里面一个他自言自语的声音一样，引导着他，好像没有你这个人，他是自己在思考，思考的时候你这个声音突然爆出来，给他把他思考方向给他牵拉着，他慢慢给他引回正轨。这个过程中他会基于他的心理问题大小，就会和你阻抗。阻抗的时候，你就要看他阻抗的是什么原因，什么让他不情不愿，然后找到他的点，给他解决掉以后，他自情自愿的给牵拉着，然后你就可以把他拉出泥潭。它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拉锯的过程。所以说我要在这里面做到和做好的，其实就是说不断的让他尝试自我表达，然后再寻找他的问题，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对，要言之有物，就像来访者经常爱说的，哎，道理什么都懂，就是怎么对，怎么样。其实没用，你给他讲道理，他这些道理他到处看的也很多，没什么意义。你给他切实的讲，你就要告诉他，你不懂，你懂了你就一定能做到，你做不到你就不懂。坦率一点，先承认自己不懂开始。你说还有一个说有的时候没有太多思路，我好像看到问题了，但是我好像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给他说先终止，然后回头我想好怎么，可以提供什么一些方法过后再进行交流呢？这个就是督导存在的意义啊，就像你现在的治疗方案都是以督导作为主嗯，导，然后对，你是作为辅助，你跟着督导做的过程中，你就看督导使用了哪些工具、哪些方式方法，你嗯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丰富你的工具库、语料库。比如说这一个人他是这种沉默性质的，怎么引导他多说？那一个人是过于多说的，怎么压制住他这种多说？很多心理问题的人，他有各种不同的风格，有一种叫多言多语的风格，他其实没有真的想那么说那么多，说的这些话也根本不在点上，尤其是像对，这种焦虑症比较严重的患者，你要真的就听他讲这些天花乱坠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嗯，自己也觉得和你咨询没效果。那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他是相当于只是在无用的输出一些他也不知道该说的什么的话，然后所以说对这个东西没有意义，所以说这种需要及时制止。对，这种制止也不用说很生硬的，就是引导他嗯把他的话题拉回正轨上来。就是对，心理咨询我把中有一个话题给常见，拉过去是吧？
对，心理咨询中有个常见现象，来访者来的时候很容易和你讲跑题，你不要跟着他跑，你的核心目标要明确，就是你记住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一定你要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解决你的问题。那么你就去感受着他的问题在哪，的确是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我不重要，我怎么想也不重要，重要是他怎么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心去感受他的痛苦的点在哪里，然后去引导他。引导他呢，你未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但你引导他说出来，和他一起分析，和他一起成长。这个过程中，他自然他会有所感悟，他会慢慢好起来。但是不要试图说一下给他引导到正确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正确的点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做咨询的时候就是多用心，然后自然而然的说，不用想那么多，你这个状态就是很对的。给人做咨询不需要思虑过多，你有方向性，剩下的就让他自然的进行。只是你心中对于来访者，你要有一种真心实意的这种爱和帮助他，这种柔软的感觉，然后的话默默的支持他，他把他这些想法哪怕只是说出来，你给他理解了，他也会感觉到有一定的好转，然后再下一步解决问题，你再去说。解决问题呢，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专业性和经验，这个没有办法的，你要慢慢的去积累，不要觉得一上来就怎么样。但你先上来先练习，你给他抒发情绪，就像心理按摩一样，先把这个点做好。做好以后的话，后续的再解决问题就可以慢慢的积累了。所以说其实在我现阶段而言的话，我不用说太去焦虑这个能够一次性给他就是想到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或怎么着，而是说引导他自己把情绪给疏导出来，然后把他想要说的话和想要的问题，让他自己能够想到和理解到他自己的问题所在。对，辅助他去抒发情感，辅助他去发泄出来。然后具体问题解决就是交给督导，督导会直接去给他处理。处理的过程中，就会跟着督导去拿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工具技能，你就积累起来了。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来访者、不同的情形，它是非常复杂的，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所以说，你先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的风格，然后再去积累这些技能。风格是最主要的，技能这些东西还好，没有你想的那么麻烦。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很多心理问题它激发的是人的内心自愈力，而不是说你真的起多大效果。我们生病了去医院也是一样的，医生你说给我开刀做手术，他依靠的不是说他的技术精湛或者说这个药有多好，他依靠的是人体的治愈能力。因为如果给你把身体切开了，他这个肉它不长好，他给你缝合的再好也没用。所以说我现在，如果说你所以说我现在其实就是先引导出他的情绪，还有帮他梳理好他的自己的问题过后，其实就让他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认知，这样他才能够说自己也许也能够把自己给就是理顺和想通。对对，治愈力就是你把他的治愈力给激发出来。很多来访者他是认识不到他的问题是什么在哪里，还有的来访者是认识到了，但他钻不出来，就情况比较复杂，钻牛角这个要具尖什么的，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这个意思嘛。对，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要养成一个习惯，这个一定要改过来。给来访者做咨询的时候，任何时候不要打断他。当你有一句话想说，和他产生冲突了，把你的话停下来，让来访者先说完，说完以后你再说你的话。当来访者有想表达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先等他表达，这个时候差不多，然后自己再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接手，然后表达自对，己的这个是一个切入点嘛，就像我们现在沟通一样，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我这个话可能你以为我说完了，但其实我没说完，我接下来还会说，然后对你刚好也开口，这时候我们两个是不是同时发对声？对我讲的是在这一种特定情况下的时候，你要让一让来访者，对你要让他说，只要他想说就让他说出来，你哪怕是那种多言的，就是过度多言的，甚至就是到神经症、精神疾病这种程度的来访者，你也要让他适当的说到一定程度，你觉得找到一个间隙给他插入进去。对，因为表达也是他所需要的一个重点。对，因为他如果不表达，你就抓不住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暴露不出来，你得让他去表达。只有他表达的越多，我这边才能够说是抓得越
准确嘛。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在咨询的时候，不要质疑督导或者说上级心理咨询师的咨询方案，有疑惑要私下讲，你不要在来访者面前体现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来访者他会有想法，哪怕这个方案有问题，你也要把方案给来访者传达过去，传达过去以后，你再反馈给上级心理咨询师，然后做调整以后，你再去通知来访者，都好过在现场的时候表现出你对这个方案的不确定。你要记住，你是医生，如果说你表现出对来访者问题的不确定，对吧？对于来访者说，对他信心是一个打击。对他对你的信任也是一个打击。所以说你就不清楚的情况下多请示就好了，就你就是说我去向上级咨询师再请示一下，这个我们先放着，到时候我通知你。就是当我自己不确定或者表示有疑问的时候，就是说我再去向上级督导进行一个请示和一个咨询，然后调整，对，然后回头我再给你一个回复。对，因为你要分清楚嘛，就和医院里面医生是一样的，你是主治医生呢，还是说你是作为实习医生在辅助，或者说你是作为这个患者的跟进，给主治医生提供各种情况汇报，你要分清楚。以后当你独当一面以后，你带其他心理咨询师，或者说给别的心理咨询师做督导的时候，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点，这样能够避免很多问题。就像如果说是平时我向他传达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内容的时候，或者平时可能会闲聊一两句，使用表情包这一种情况的话，是否合适？是不是会显得比较敷衍和不重视？没问题的，没问题，因为我明白你想营造一种轻松的、亲切的氛围，尤其是你在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当中，你作为一个辅助角色的时候，这样做是很好的，有利于拉近和来访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只是说不要轻佻，你可以表现出一些可爱呀、轻松的一些表情包呀这种内容，让来访者感觉这个很生动，但是不要过于活泼了，知道吗？就是和来访者不要过多的开玩笑。你可以和他表现亲切，但是玩笑要慎重。你要知道，来访者是有心理问题的。有的来访者过于严重以后，他的这个看待人和感受世界的逻辑和感官方式，他是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很正常的一个玩笑，或者说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点，可能一下子会刺激到他。就是说玩笑这个东西一定要小心。还有就是说过于冒险的表情包不要发。表情发虽然可以发，但是也是相对说比较郑重，夸张类的或者说是那种比较太过于活泼类的，都是尽量不要发，而是温和亲切一样类型的，还是行的。对，把握一个度嘛，学会把握一个度。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问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沟通的时候，我的语气和我的表达的那个状态有没有问题？你这要注意一个点啊，就是心理咨询师一定要避免傲慢，哪怕是无意识的，也尽量不要去产生对来访者的评判，因为来访者对这个东西他是非常敏感的，就是你得把自己放空，因为你只要还有一个你自己，你表演一个角色在他面前，那你没有办法去适应所有的来访者，你只有把自己放空了，那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来访者，你都能和他响应上。然后你不会说产生这种语气啊，或者说对你的内心产生波动。你记住，你作为咨询师，你要进入一个空灵的状态去感应来访者，去感受他，然后你更容易、更清晰的看到他的问题。第二一个，你不会被他拉走。第三一个，他的负能量不会倒在你身上。很多心理咨询师做一段时间心理咨询，给自己做进医院，给自己做出心理问题，或者人都做崩溃了，就是这个点他没做好，导致说他没给一个来访者做咨询，他就像一个垃圾桶一样，把所有垃圾能量都接收到自己这里面。他终究作为垃圾桶，它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去接来访者的负面能量。他应该要做到的就是说，像一个漏洞一样，就是说来访者能量你给他引出来，但是你是一个全身是动的垃圾桶，或者说你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他的能量倒出来就散开了，散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了，你没有接到他的任何能量。这样的话，你可以从早到晚给来访者做多少个，对你的内心来说都没有影响。
这个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种境界。你就可以最开始作为一个初步的心理咨询师要往上提升的时候，你就要先学会达到这样的入门境界。你达到这样的境界以后，做心理咨询来访者的问题，他就不会再困扰你了。这个是我需要一个注意和防范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接收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全部都通通都是那种容纳和接受的话，容易让自己也导致一些不好的一个状态。对，你要接纳他，但是不要接纳他的能量。对。这个比较抽象啊，到落实到具体里面的时候，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就不要表现出个人特色。你有自己的咨询风格，但是没有自己这个人。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的人，其实不重要，在这场咨询中，你的生活怎么样其实不重要，你有什么喜好爱好不重要。我知道你提这些，你想使用共情和真诚和自我暴露，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对心理咨询师来说是一个比较轻松和下意识最开始会比较喜欢去使用的点，但是你要克服掉这些舒适区，因为这些是一种舒适区。对，这是对于我自己自身表达的一个舒适区，这样会让我觉得好像可以对他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实质上对他的需求和他想要的和他需要接触的内容而言是完全违背的。对，你这种一两次其实差不多了，再超过一两次基本上都是不必要的。你后期产生阻抗也主要是这个原因，就是进入自我暴露状态，自我暴露过多了，没有必要。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向他引导的时候，我提问还有引导这些话是否有抓住他的这个重点，或者是太过于散乱了没有？心理咨询不要试图抓什么重点，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输掉了。他的问题你只是说要耐心的等待他暴露出来，如果他不暴露，你再适当的施加引导。就不要试图过于刻意，没关系的。就不用刻意，然后就只是相互之间再慢慢的聊，慢慢的谈，然后请慢慢的引导感知出来就可以了，是吧？心理来访者通常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他的情绪积累，他情绪积累的过多，形成一个能量块，他散不开，这会导致他的病态。心理咨询的第二一个点就是他的错误观念，因为他的错误观念产生了错误的情绪积累，情绪积累排泄不出去，然后导致他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心理问题加重，乃至于精神失常。所以说你最开始要做的就是先给他把情绪块给他化开，然后给他散出去，这就要倾泻负面能量。当你把他负面能量消除解决好以后，你就得解决根源，就是他的错误观念。如果你的错误观念没有给他扭转过来，他就还会产生负面能量。那你和他的咨询的效果只是短暂的，可能起效2个月、3个月，或者说只是在咨询过程中起效，过几天他这个人更糟糕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咨询的时候，作为对一个新的来访者，你先给他把能量给他抒发开，让他释放出来，因为他生活中没有人能给他讲，没有人关心他、在乎他这些点，带他一起走到很深的点，把这些能量给他释放出来以后，然后你再开始着手解决他的问题。作为心理咨询行业中的新人，一开始你要先这样来做，等你真正的进入一个专业的领域，进入到一个收放自如的境界以后，你就可以说直接上来就给他从根源问题解决，顺带的就给他把情绪梳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练习引导来访者释放情绪，然后再进入去解决他的错误观念。因为你带着他抒发情绪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分析判断，你会得到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就帮助你去慢慢去摸索他的那个错误观念在哪里，给他找出来。好的，好的。然后讲一下我给你做督导过程中我发现的你的问题。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尽量不打断，这个刚才讲过的。还有就是说，对于来访者呢，就减少反问。就比如说你问的很多，就像对吧？是不是？不是吗？这一类反问没有必要。你就可以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你就停顿着，你看他的反应，他自然会告诉你答案。没有必要一定说要反问他，然后让他给你回应。因为有的来访者他是这种消极型的，你如果这样反问他，他可能一句话都不和你说，
嗯你根本得不到有效信息，你不如就等他，然后你要学会自己看他的这种语言反应和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语气语言，还有他的情绪语言，从这几个块去分析去理解。我需要减少一些反问，就相当于在减少我用这种反问的这种方式让他去认同的一种概念，而是说我就肯定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就等他告诉你。就是说，如果说他对我的这一个肯定表示有这种反驳的意思，或者他不认同，就让他来告诉我。对对对，这样是最好的。就你只要嗯记住，不要试图寻求他的确认。嗯。你是咨询师，你是咨询师的话，你对你的权威每一句话性还有我的应该是认同性要有一定的肯定意识。对，你要肯定嘛，因为你自己都动摇，那你为什么还说？嗯第二一个问题就涉及到你刚才讲的，然后你说找不到核心的点啊，怎么办呀？当他们提及他对某件事情很害怕的时候，比如说来嗯访者害怕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嗯某些征兆、某嗯些情况或者某些人事物，害怕和恐惧是一个情绪象征，你果断的抓住它，抓住它以后，你要学会怎么把它的往他的过往事件上，把他的个人经历上去引，往他的童年上去引，就是你嗯要想他以前发生过什么，让他对这些事情产生害怕，是嗯什么时候的事情，第一次开始产生对这个人事物任何东西产生这种应激性反应或者说应激性情绪的是第一次事件，尽可能让他回想起来。有嗯的时候有的问题，有的开发情绪，就通过这一次事件，你给他观念和看待方式给他调好了，他这个情绪就消失了。说多往他的童年去引，因为一般都是童年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一个小的症结开始发展，然后嗯。恶化到后来这样的。就像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我已经问出他的这个症结是大概是在哪一块儿了，然后但那一会儿我一下子想不到有好的一些表达或者一些方法能够给他解决掉这个问题，就想要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所以说我就说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自己的案例啊或者什么这种东西，这样的方式从刚才的那个沟通中，我是确实是不适合，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那我又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思路去解决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果断停呀。果断停止，就是说，比如说，对，我也承认我暂时这一下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解决一个思路或者怎么着，然后我说我要向上级督导去寻求一下一个解决方案或者是怎么去着。请示和咨询，不要试图去 hold 住你 hold 不住的东西。在心理咨询中，这一点很重要。就你不要试图在来访者面前去表演，就表嗯演出你好像很专业，或者你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要去表演，你就实实在在的和他，嗯这个能解决，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解决不嗯，了，我去请示上级督导，这就是上级督导存在的意义所在。那行。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有解决办法的。你和他沟通，他有个问题产生嗯的这些应激情绪，嗯你就要转换他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嗯角度。嗯就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恐怖、很害怕之类的，那你转换他的态度，把它当成一个平凡的、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就说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沟通的点，不要试图说平凡正常，然后灌输给他，或者说你这个问题没问题，他接受不了，因为他觉得就是有问题，那你就要承认，好，我们都是把它当成有问题，那么我们来一起找找办法，怎么看他有问题，有问题到极致，他就会发现，哎，其实也还好了。这种东西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比较法、举例法，你用的就是举例法，但举例法不要去举自己和身边的，说服力不强。你得举嗯这种像名人之类的，他这种嗯说服力很强的例子，嗯所以说效果一般比较有限。比较法会比较好，就是让他自身比较，或者说和一种事情比较，还有就是说逻辑推理法，嗯就给他把这个逻辑就一步一步建立起来，让他自己把这个东西给证伪了。嗯有很多种方式，嗯他只要找到问题，找到点，就他有思考方向了，剩下的他自己会走的。实在解决不了的，就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提交给上级督导、上级心理咨询师。到时候上级心理咨询师和上级督导介入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处理。嗯同时你在旁边，对吧？辅助参与的时候，
啊，你自己也可以习得，就是怎么来处理这一类问题。嗯，就像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会找个实习医师在旁边一直看。刚才你说的那么多方法当中，就是说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有那种方法，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使用。比如说我发现了他这个问题啊，他会有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就会自己感觉很严重，但其实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他并没有对一个后果的一个认知。那如果说我把这个事情的一个认知给他无限的放大，放大到他也感觉这个东西好像很可笑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会不会有效果？或者这种方式合不合适？对，你这种是其中的一种方向，就说在使用这种就是放大法的时候，嗯，你可以给它无限放大到产生荒谬，它自行证伪。你也可对，以给它无限缩小到无关紧要，它是两个方向。对但是你得选择正确的方向，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能选一次，你方对，向一旦选错了，你没有办法再倒回去用另一个方向了，这样你会自相矛盾。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不用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不用想得过于复杂，有的时候过于复杂化，搞得自己压力很大。把这个事情问出来了以后，讲的这个过程中，嗯你重点是给他建立他的这个逻辑认知，嗯把他的认知给调过来。调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和他聊的过程，嗯只是专注于这个问题逻辑本身，嗯，他很快几句话就建立起来了。我其实就担心，因为这个方法会不会有的时候自己把握不住，会导致反而更糟糕的一个结果。对啊，你无限放大，如果说你没有放大到它产生自相矛盾、荒谬的程度，那你这个不就是给他加强他的这个就思考方向吗？对你就恶化了。对，所以说使用这一个方案之前，一定是自己思维里面是有一个较为合适的一套逻辑了，过后再进行相对应的引导才是可能比较好一点，是吧？你看，你又开始犯了接下来要讲的第啊，三对个错了。刚才也讲过，就是对，用词太用词，书面。嗯用词太书面有很多问题，就说有一个问题的点在于说，你会把自己也绕进去。嗯就你用了很多书面的词以后，你自己都不知道问题的核心点在哪里了。嗯，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于用放大法，你就用那种明显的、极其明显的，就是自相矛盾、问题很大的人。举一个例子吧，就像有的人他就觉得他声音很大啊，会经常吓到周围的人，但其实他的声音不大，就像蚊子声一样小。你这个时候你用放大法是不是妥妥的？但是如果说有的这种是比较含糊的区域，你也没有办法把控好，你也不能100%确定这个绝对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你也没有把握的，那你就没有必要去用放大法。嗯，那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放大法可以用，但是一定是把握相对比较大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方案。如果说是这种把握自己都比较含糊的时候，就还是慎重一点吧。对，取决于这个矛盾嘛，很明显的矛盾冲突、逻辑冲嗯突呢，还是说比较含糊的，含糊这种就没有必要去用了。嗯，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不太好？第四个点就是说，你给他找症结、找问题的时候，你学会从3个方面去看心理问题。嗯第一个方面，首先你得排除身体因素，你说嗯他是生什么病吗？他这个症状是不是和他器质性病变、身体嗯有毛病相关？得排除掉。嗯身体因素排除掉以后，再去排除心理因素，就是你真正你要解决的这些点，就是心理因素在哪里，什么原因的心理因素。嗯当你在做心理因素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这个因素叫做玄学因素。有的心理问题它和玄学因素是相关的。当你碰到这种玄学因素的时候，你用心理学的方式去处理，你会发现之前一直有效的，突然就没效了，因为它是和玄学相关的，就像这种风水学呀、嗯民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点呀，嗯。对吧？你这个时候你用这些心理咨询的这些技巧，它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玄学因素里面，像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就是各种煞，像我常说的什么光煞呀，就是会因为自己生活的那一块区域，会各种强光照射嘛，对人的这种心态啊或者造成影响这一类的东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好发现吗？困难的点就在于你自身得有玄学素养，没有玄学素养的话，玄学因素你确定不了。所以说玄学因素不用顾虑太多，你主要专注于心理因素就可以了。玄学因嗯素的话，你慢慢积累。嗯
就是偶然碰到一个了，你再去积累。嗯主要你现在迫切需要的玄学因素就是和自杀干预这块相关，因为有的自杀者，他脑子里面会有个声音一直念，他会把那个声音误以为是他自己的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就是说，就民间传说里面讲的那种叫什么，王死叫少替身。抓交替对吧？找替身嘛，他就会相当于是这一类原因，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啊，有人跳一次楼，他就一直连跳多少次，他为什么都在那个点，周围那么多点，其他地方点他不跳，他就在那个点跳，他就是这种玄学因素导致的。这些人他不知道，他以为是自己有个脑子里面，他自己觉得自己该死了，他觉得自己想死，其实不是的，他是脑子里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未必是他自己。所以说有的自杀干预，如果说他是这种情况下，你找他这种心理因素其实解决不了，你就和他把这个玄学因素一讲通，他一意识到的时候，他说那声音是假的，那不是我，好，他一下就解放了。让他意识到这个声音不是他自己本身所想的声音。对对，因为他会把外界给他灌输的给混淆，因为他有个声音这样对他说，他就相当于给他做心理催眠一样，懂我的意思吗？再加上本那身他自己可能遇到不顺的事情或者怎么着，他就把这个声音给放大。他自身的心灵防御了你，然后沟通事情的时候就要学会进退嘛。有些过于细碎的不要讲那么多，你记住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收费的。你要考虑到来访者的经济负担，有很多人大家经济不宽裕啊。还有一个点，有的心理咨询的来访者他认识不到自己问题严重性，要意识到就是说心理疾病就是说像生病躺在床上一样，他是需要休息的。他只是说你身体上没有什么反应，但其实你心里面已经相当于腿断了，你不能去跑步，不能去干活了。他们意识不到，他就硬要干活，他觉得我这个好手好脚的，我只是不开心，我怎么不可以上班？他其实就该请假，他请假了他会恢复得很快，他不请假他就迅速恶化，要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严重性。还有一个点，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不要去论善恶，因为你不了解你的来访者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同时真正的善与恶也不是那么简单去划分界定的，只有上天才能界定人的善与恶。你不要去论断某人，哪怕你是说往好的方面说你是个善良人或者不要这样说，就事论事，他是什么情况就怎么情况。只论事，不判对错。对，因为有的心理咨询来访者，可能按世俗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特别不好的，或者说他告诉你一些特别违背道德的事情。但是你是作为心理咨询师，你不能去挑来访者。你可以说这个人我觉得他不好，不给他做心理咨询。但只要你还决定和他做，你就不要去判断，就不要去指责人家善与恶，内心比较凶狠啊，会伤害别人的人。你这样去说他不好，那你可能你自身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影响。那我该怎么去面对呢？你自己选呀，来访者你可以选择接诊和不接诊，但是你要牢记心理咨询的保密条例，也有责任去替他们保守这些秘密，除非是涉及刑事的，所以说这种你就要提前告诉他，他如果要告诉你个什么秘密特别不能讲，你就说没有涉及刑事相关的，如果你涉及刑事相关、人命相关的，我没有办法替你保守秘密。你给他讲完以后，他就不告诉你了，然后他自己觉得什么能告诉你，他给你讲，你这样的话对你比较简单，这样他所有讲你都保守秘密就行，你不告诉任何人。从这一点也衍生出来，给别的来访者做咨询的时候，你不要提到你过往来访者的经历经验，你可以说，哎，以前处理过相关来访者，或者以前有过什么症状，你不能说某个人和你沟通过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来访者他会怀疑你会不会把他的事情泄露给别人，那么他不会告诉你他真正想讲的，你这一点要注意，就是说你给来访者制定他的恢复方案的时候，你说一天要做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他告诉你说他做了，你不要这样就过去了，你得问他7天里你做了几天，比如说两项任务，你说这2项任务每天都完成吗？还是2项任务里面只完成1项？你可能觉得他说他做了，你这7天每天每项全部做了，他有的人他可能是7天他空了2、3天没做，有的人可能他心理问题比较严重，他配合度很差，他可能1次都没做，或者他只做了1次，他就觉得他做了，这个时候你得问清楚，看他有没有在这一点上诚实的告诉你真相，或者说他有没有就是说过于敷衍。你记住布置的方案，那就必须得是100%的，就每一天每一项都要完成，哪怕他空1天，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阻抗程度。假如说7天，他只做了2天、1天，那他对你这个治疗方案他是非常抗拒的，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可能他和你聊的时候你表现出来很顺从，你让他看他这个做的程度，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顺从。也就是说，他说我做了，但是我应该是保持一定的质疑的态度，进行多次询问，反复的就不是是多次询问，你得问具体，就问就是问具体，问的更细一点，然后这样让他自身看是否能够暴露出来他是否真实是去做的一个状态。在心理咨询中，不要假设说来访者会和你撒谎，你要假设他说的每句话对你都是真的，你都无条件相信他，然后再直到他撒谎，能确认他撒谎的时候再和他说，否则你就无条件相信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好，在这个基础上，你怎么去判断他到底有些话是不是真的，或者说他这个到底是不是切合实际的，就是要靠具体指标。就问他7天，每天都完成了吗？完成了。如果每项都完成了吗？你把这2个回答都是是，那就没问题了。如果说他都告诉你完成了，其实他没做，那就是说他作为来访者，他一直和你全程撒谎。那这样的来访者是没有办法去做咨询的。你记住，咨询过程中，心理咨询师是处于一个绝对真实状态，来访者也要处于一个绝对真实状态，或者说相对真实，比他平时要更真实，这样你才能去处理。如果他不以真实的一面对待你，那么这个来访者你处理不了的。就是因为所有的信息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虚假的。对，如果都是虚假的，那么你给他做咨询你做不了，你的答案因为他也不相信你，也对不上嘛。你说的话他也不听。最后2个点，一个点就是说，当来访者出现失眠或者说生活作息颠倒之类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一点要进入进去，通常就涉及到很大的心理问题，或者说他的错误观念在里面。首先要让来访者把他的生活作息调整，如果说他熬夜或者说晚上睡不着，白天从早睡到晚，那么这个他作息是颠倒的，就会恶化他的心理状态。一定要让他晚上的时候该睡觉要睡，白天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就尽量保持清醒，不要睡或者少睡或者只睡很短的午觉，然后去调整他的失眠问题。因为失眠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项，失眠是一个在来访者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状态。很多来访者都会有失眠状态，他的失眠有的人是整夜睡不着，有的人是睡得少，有的人是睡觉轻，还有的人是作息颠倒，还有的人是睡得晚，还有的人是起得早，各种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吧？比如说出现这种失眠的状况，但他又感觉好像没办法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能解决的，他没办法解决，通常都是在找理由、找借口，就是一种心理阻抗。你就告诉他，就说白天你就不准睡了，你只有晚上的时候才能睡，晚上睡不着没关系，你就放松听听歌，但是白天你就不准睡。如果说他说昨晚一直睡不着了，那没关系，你白天不准睡，那第2天晚上你不就能睡着了？对，是。很简单的，对吧？就他不够疲惫嘛。这也是为什么在给心理方案的时候一定会加上运动，一定让他们走路，你不要去找什么网球啊、游泳这种让他感觉有压力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心理问题了，有压力的东西他不愿意去做，就让他散散步，这一类就足够了。这种运动就让他保持在外面的户外散步，保持光照，这对他的生理上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一定不要光靠语言，他首先身体上要有这个循环健康起来，他心理上的压力也会相应减缓，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好。好吧，后续呢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